今天录影第一个步骤就要去坐这个火车，要离开都市了，然后只带这么多东西，对3天2夜就这样。通常我们录影的时候，整个车厢都满了，车厢是塞爆，然后后座也都是满满的东西，不能动。我们是要搭电车，然后再转一个特殊的列车，到了营地哦，没有哎，再去租车啊，租车，对，才能到营地。觉得我们在台湾算是有经验的露营者哦，在台湾。从他们出生就开始露营了，觉得小孩子一直在都市不行，要接触大自然。那我们在日本就是东京嘛，就都市啊，没有露营过，所以今天大家就一起完成我们一个很大的清单，就是在日本露营。我们第二个交通工具呢，叫做 LaView。那这个列车呢，其实是从池袋出发的，池袋到这个致富大概是77分钟，可是我们是从中间所泽，我们从这里上车到致富也大概要1个小时。这台车 I like， yeah。我觉得它就是比那个新干线更有温度，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哎，有没有？非常绿色。对，这都是像地毯的一个材质。我觉得最重点是它这个窗户，落地窗到大概膝盖这边，非常大，所以坐起来感觉速度好快哦，因为好接近那个地面。对，刚刚经过月台就是吓一跳，好像每个人都在吃饭呢。其实很多人喜欢在火车上吃饭，我也是。度过这个愉快的秋假，台客感冒了，所以这集由我来旁白。我们从所泽如果选择一般列车，需要2倍以上的时间，开车当然就更久了。每个人多花600日币购买 LaView 位子，觉得很值得。旅游小确幸：喝抹茶看森林。很难哈，很难哈。出门不要带手机的旅游。对啊，你没有手机也不能付钱啊，也不能坐电车啊。税卡也是绑在上。对啊，因为我今天早上没有手机，就觉得真的很放松哎，不一样。手机真的是，虽然好像很需要它，也有它的娱乐，但是它是一种压力。被绑架。我们通常来致富都会用租车 APP 来租1天的车子，可是那个通常只能租1天，这次要3天，所以我们要真的去一个租车公司租车。じゃこちらですね、サインお願いします。我要去找钓鱼烧，你们还吃不饱啊？鲷鱼烧，好吃哎，红豆的吗？有 cheese 的鲷鱼烧。你们在玩什么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吗？电视有介绍的。OK， Daddy, here's your 蒸汽火车来了。哦，火车。就这样。有一阵子后面都没有车子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然后前面就是森林。好了，好吧，继续吧。3分钟就到了。这边下雨。可以了。トイレとシャワーです。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给我们的帐篷超大的，别人都带他们自己的帐篷，然后这是跟他借的。重点是晚上要生火，可以拉吗？はい、これ火は自分で作っていますか？はい。厕所这边很拖鞋，不是？哦，为什么？如果你按的话，就直接大声的蹦，只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就可以吓动物。希望你看到熊就可以用。他一直来招待我们，我就问他们说：“哎，请问这里有出现熊过吗？”然后他说有，看得出来，这根本就是熊的家。Look at this place。我跟他说，因为我们还没付钱，然后他就说好像是负责的人还没来啊，什么的。所以不好意思，还没来，不能马上付钱。就想一开始，所以一直在敬礼。日本人每天都在敬礼。这边当脊椎的医生应该蛮赚的哦。こんにちは。That's it. That's it.
森林第一个看见熊的就是那个帐篷的人，可是他们晚上就是这样看着森林睡觉。在湿冷的森林里最不容易生活，但却是最需要的。还好营区都有提供需要的工具。OK， 关火。OK， 什么？水。对啊 ，You have to save gas。终于成功了。我们在营区点了3人份的烤肉，加上一些我们每次露营都想吃的泡面。搬家，火要搬家了。背好痛哦，这种叫行军床是不是？我从来没有睡过这种。转身翻身，你会一直躺到那个骨架，还会这样叽叽唰唰的声音，然后很冷，很冷呢。水是温暖的，厕所非常的简单，但重点就是很干净 ，spotless， 超干净的。我在东京的便利商店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告示牌，请男生不要站着尿尿，要用坐的。这是不是一个日本人的习惯啊？很多人已经用过的马桶，现在都很干净。这就是每个人有的设备，就是一个帐篷，还有一个 barbecue 的区域，可以引火又可以烤棉花糖。我们真的是睡在森林里面的感觉，营位都是有这个木头甲板的，对，所以其实是很平坦，很好走。不会那么潮湿。他说我们可以用这边的木头，但是木头都湿了。然后小孩现在臭脸，因为火起不来，是吗？对。我们有带非常迷你 size 的蓝牙喇叭。蓝牙喇叭。但是呢，我觉得日本人露营好安静哦。我们在台湾露营的时候啊，12点1点都还有人大声笑啊、喝酒聊天啊。但是这边很安静。我觉得一直都很安静哎。可是我露营是很习惯听音乐啊。对啊，所以我们放非常小声吧。真的，你要试试看。哦，是这样就很大声了。这是手机，其实不用带蓝牙喇叭，这样就很大声了。离这个营区走路5分钟会有一个汤屋。你可以想象，我们昨天也是走这条，然后完全没有路灯，所以用那个手机的手电筒，好像听到一些声音，然后我们就回头了。看到熊，你是熊嘛？不可以啊，有熊，然后这样跑，不行哦，要这样慢慢的看着熊，慢慢的后退。快到了，就是这个上面这里有。4季都有人在泡汤，这文化好像在提醒人要慢下来，不只是洗干净身体，也是在洗去疲劳。更是让心重新对准正在变冷的大自然，然后重新出发。你看这边可以买饮料，然后你买了就把钱放在那个篮子，信任顾客的一个地方。刚刚在路上找到这个，就是熊铃铛，就会吓走熊，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它就不敢过来了。经过一个超大的水坝，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没准备的营区也有办法，但偏偏却忘了一样露营最重要的东西——棉花糖。这个好便宜哦，而且好大哦。当然，在日本购物很容易灰体。今天早上在营区上洗手间的时候，就觉得好意外哦，因为觉得，哎呀，怎么可以那么干净呢？营区的厕所怎么会比家里厕所干净？生气了。对，我不知道哎，我们家里的厕所还有味道哎，然后于是呢，我就开始在思考，他们到底怎么维护的呢？就清洁人员也不可能每1小时都过来巡嘛，所以我相信真的是每一个使用者都愿意把最好最干净的留给下一个人。很希望我们家人，我们4个人可以一起维护我们家的厕所，好吗？好，谢谢。要介绍什么厉害餐厅？对，因为在崎岐部呢，有名的就是 soba， 那它的 soba 的蘸酱呢是那种胡桃酱，所以就很想要试试看。这个地方呢，好像没有开车的话就不太方便。全日本都吃 soba， 但是崎岐部比较是这个酱很有名。对。
耐心等待，一直是满位的一个状态。看起来有点人手不足，外场只有一个阿姨，就是很家庭式的这种日式餐厅。所以大家来要有心理准备，等30分钟，要多一点耐心。哦。麻酱面不一样，那个胡桃味好香哦，好香好香。这里超推荐的 ，It's so good。里面的肉其实是软的，这么厚是猪，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的酱，但是这个胡桃酱太正点了，我什么都用。面还没吃完，酱都快用完了。哇，现在更多人了。而且这种小店要注意一件事情哦，就是很多都只有收现金。如果有观众喜欢这个叫奇奇布吉，非常推荐，这是我来奇奇布最好吃的一餐。老街哈，露营还可以老街。真的，我们不是在森林里面吗？怎么？回森林前刚好路过长靖老街，有蒸汽火车，有超多好吃的小吃摊。但最酷的是逛一逛，居然逛到西边去了。旁边有人划船、玩水，超热闹。view 很好哈。Yeah。可是咖啡很不够。那个排队太长了。热闹过后，准备重新回到自然的节奏。黄金色。刚有一对日本客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把房间还给营区。他们有责任备。对啊，老婆，标准很高哦，整理的标准啊，加油！多1个小时。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啦，因为如果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帐篷的话，可能要多花个2个钟头。已经差半个钟头了，然后都是说吧，户外用餐呢，要不要 ？OK。说吧。This was the steam one. 虽然这个跟故事完全没有关联，可是这个光线太美了。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次我们在 camping 花多少钱？这个要想一下，我们要走了啦。光线太棒了，不行啦，这样解释太急了。好漂亮哦！啊，越来越小了。啊，没了，一瞬间就没了。我们竟然在一个停车场。一天的话，大概日币是5.5万。可是我们有含所有的设备跟晚餐。然后你也问老板说，如果我什么都自己带，然后食材自己准备，一个晚上多少？对，也是我们4个人的话，一个晚上日币2万块，代表说台币大概4000块。那我们在台湾露营的时候，有录过2000的、1200啊，最便宜有到500，对，贵个2倍。贵。你有找到更便宜的吗？还是都差不多这个价钱？当然也有便宜的，可是它可能就是一个没有什么view 啊。而且这一次其实有包含那个泡澡，所以这个人也是加分啦。我觉得我们好像这次 CP 值不够高哎。就是这个价钱其实可以，像台湾的 glamping， 日本的终极温泉旅馆也是可以找到这个价钱。那温泉旅馆还包含早餐。哦，对耶，我们只有晚餐而已。所以这个其实它的价值都是放在那个大自然。是啦，那个森林的氛围是很棒，跟大自然融在一起。就是好像台湾我们的重点比较是人，你知道吗？
就是跟谁一起去露营，对，跟这个朋友去，然后想要把他灌醉，或者跟他聊到3更半夜，大家都很开放的聊啊，聊得很开心。那在这边就是静静的跟大自然，就是专心在这边，这是我们的体验，享受跟自然这种融合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确也是日本的优点啊，因为日本有很明确的四季，也让我又想到一个清单，就是在日本4季都露营过一次。这次露营是在秋天，但是还没有看到红叶的秋天，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再露营一次。总之而言，我们第一次在日本露营的分享，谢谢大家收看。好哦，如果你们也有露营的经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拜拜，你去哪了？